好了，我們再来練習，還是關於直線的一些訓練，就是一些异形、图形，包括一些特殊效果的一個表现、一個處理。我們看看這個線怎麼畫。先畫一個外框。好，用外框畫好之後，我們在裡面再排線。排線我們注意看我的這個規律，先排線排得很密，就是線與線之間離得非常近，挨着，然後往後逐漸的有一個過渡，就是逐漸的加寬，線與線之間的這個距離逐漸的加寬。然後加寬到最後，我們看看它有一個什麼樣的效果。好，現在看是不是就是就有一種特殊的这種那個過渡的這種效果。這邊我們再畫一個，然後我們再反過來。這個就是說，就是什麼呀？一個順向的思維訓練，一個又逆向的，就你正反都來一遍，然後它就更有利於你去对這個線條疏密的一個從大腦裡面的一個處理吧，就是一個控制。練習你的，一是練習眼力，再就是練習自己的這個控制能力。这個是逐漸的變窄。這種的效果在這個實際應用中，它有很多時候會有應用場景。我們先再畫一個這個外框，然後這邊這個，然後就是根據場面這個，我畫多長，從哪兒到哪兒結束，然後指哪打哪兒，主要是練這個，就是練這個準確度，包括前面這個異形的這種，它是就畫的要更準確，還有這種過渡，然後後期我們畫的會應用到一些各種材質，然後各種肌理的那種效果，都會在畫作裡面有應用的。要練習我們對這個漸變的這種過渡控筆能力。然後我們看這個框裡面，就是我們從最短，然後到逐漸的加長，然後下面每一根都要比每一根長一點，直接一直拉到這個後面。這個也是在練習我們對於這個線條長短啊，包括這個用排線來畫這種異形結構、異形的這種圖形效果，就是指哪打哪，就是練習你的這個對筆線的這種控制能力。這邊我們再畫一個。還是一樣，反過來，由長再到最後最短。就是我們練習的時候，一定要是正反向的，都要有一個這種練習。就這樣的話，你可能會更通透，並且是你在你訓練你的這種肌肉記憶裡面，它是360度，就是無死角的這個訓練。這個對你來說會更有利於你後期應對各種畫面的處理、排線的處理，這個是非常有必要去練習。然後我們再在這邊再畫一個，這個時候我們就不起形，我們就直接開始排線，然後排出一個圖形。你們看最後是一個什麼圖形？看我的這個用筆的這個規律，由這個短然後到長啊。然後並且你還得控制它的這個外輪廓的，就是起筆和收筆的位置決定着它的這個外輪廓的走向。就是我們想給它畫成一個什麼樣的圖形，我們這個線就需要是怎樣的去排列。
你們看看，能看出来我这个要畫的是一個什麼圖形，什麼樣的一個圖形？對，就這樣是吧？就你們可以有自己想畫的這種圖案，就是用這種排線一點點的給它排出來，然後再畫一個簡單的圖形，就是由短然後到長，這個是屬於是對稱一點，逐漸加長，然後過了中間線以後就是逐漸的縮短。就你想要畫成什麼圖案，然後我們就靠這種排線的長短去控制，就這個是很能訓練你對這個線條的一個控筆能力、長短和一些準確度，提高你控筆的一個準確度。然後我們再來看，再畫這一個，把這個外面一個框，然後裡面我們也是用這種短的這種排線來控制，然後把周圍留一圈這個白邊，這個也是控制我們這個排線的準確度，就是你從哪兒到哪兒，然後去找這個形，對你控筆的這種手感有一個訓練。當你達到了這種就是指哪打哪的這種手感，然後會有很多這種繪畫裡面的需要用到的一些地方，一些處理方式，就沒有問題，你就可以很快的能畫得好，並且不會亂。就有時候畫的不太整齊的，我們也可以補一下，給它補齊，然後再繼續。前方往外框，然後這個呢，剛才那個是橫着的線，然後這個我們再斜着，這主要就是訓練我們各個方向的這種控筆的手感。那我們畫的這個過程中，就是一定要是注意這個起筆的這個位置，要和這個上面這個邊緣這個線就距離，離這個邊緣線的距離，就是每一根線的起筆的位置，控制它從上往下，控制到盡量的是在一條直線上。這就是我們控制的時候需要看的、需要參考的一個地方。有了這些參考物，你才能去畫的就更準確一點。一定要學會去參考，然後過程中也要注意這個排線的均勻。到這個後面這一段的時候，我們就要這個線開始找縱向的這條直線，就是留邊。留整齊了。好，這基本上就是這樣，把這個用不同的方式，然後把留出這個白邊，但是它們整體的這種效果是差不多，表現的這個結構、圖形結構是一樣的。那我們看看，再畫一種，這個就是呢，我們前面的是這種畫成圖形的。
以這種長短來控制出這種各種造型，就靠那种排线的排列长短，然後去找它的邊缘线，把它邊缘的这個圖形給它找出來，排出來，留住這個周圍的這一邊。這個也是這個過程中，我們是在練自己的這種控筆的這個手感，然後當你在後期繪畫的時候，你會能應用到這個實際的繪畫裡面，這基本上就是能解決大部分的這個繪畫的問題。我們看看這個裡面怎麼去畫。我們畫是一圈一圈，就盡可能的畫的密一點，但是均勻，線與線之間不要打架。就逐漸的往裡縮。不斷的往裡縮小。一直縮小到中間，中间只剩，可能就剩一根线，就那種狀態。盡量畫正一點。好，基本上就是這樣，就成了一種這種感覺是錐體的這種狀態。然後再畫一個，再畫另外一種。然後我們練這個一定要知道練這些的目的，然後練的這些是相對於我們後期畫畫它練的起到什麼作用。這種方的中間邊上留白，然後這種有過渡啊，這種圓，還有這種方的各種異形，就這種它都是有對應的，你後面繪畫的時候的有一些對應的適用場景，就我們後期要給它運用到繪畫裡面，所以這些是基礎，也是很重要的。然後我們再看這個裡面是怎麼畫的。就這種回彎的這種，盡量畫均勻。然後它的寬度呀，它的長啊，盡量均勻着排列着，一系列的排過去。你们要知道这种回彎吶、轉折呀。好，這是這些，然後就一些特殊的吧，特殊的一些跟直線相關，我們單用直線來表達出的一些能表達出來的一些這種效果。然後我們再來看，再畫一種。然後這種呢，可能就要複雜一點，先找這個中間線，先給它均分一下。均分完之後呢，我們這樣連接，把這4個點連接。連接以後，它會讓我們再排線。排線完之後，它會有一個很特殊的一個效果。我們看看這個排線應該是怎麼去排。首先，我們從這一角。然後開始往外，
跟前面我們畫那種過渡一樣，就是角的这一塊是很密的，越往上就是越寬，那個線與線之間的距離就越大，它是有一個漸變效果。這是一個角，然後我們把4個角，然後從這個角開始也一樣，給它逐漸的漸變過渡，越來越寬。這個也是，然後再從這個角呢，它就是4個方向的，它有利於你練4個方向的這個排线。这個排完了呢，我們再看中間這個，先把這個中間線給它畫出來，畫出來之後，然後往兩邊排列，也是一樣，就是由寬然後到窄，逐漸過渡線之間的這個距離，然後越來越密，越來越密，直到最後就線與線都排到挨着的這種程度。好，我們在這邊也一樣，從這邊往裡逐漸加寬。就畫這種線的時候，你一定要，這個就是對我們的眼力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訓練，就是你一定要看準了，把握準了这個由密到寬一個逐漸的一個過渡，不能突然，就是如果過渡不均匀，它會看着就會很別扭。再來畫一個。先畫一個外框，對角線，把對角線一連，對角線拉直，從2個角我們來回的用這個筆，就是有一個示意，就來回的幾下，你就找準這個點之後再畫。如果你就是突然的直接往下畫，可能有時候不一定能畫得準。就從起筆然後到收筆，一定要有一個意識，控制它，拉過去，你要比劃一下，要不然就是很容易畫錯。好，然後我們還是跟旁邊的這個是差不多的，也是還是從密然後到疏，逐漸的加寬。好，然後我們把這個上下中間定一下它的中間點，然後上下一連，然後這個也是均分，從中間取它們一半的中間，就給它分成4個等份，大概。然後這4個等份，我們再把這個斜對角給它連上，就是对角線。這個是跟斜着往這邊連。我們連這種對角線的時候，一定要筆像這樣來回的，就示意一下，然後再就晃幾下，讓你更能找着那種感覺，找準了，然後再往下拉過去就行。然後我們再開始排線，從這邊，然後往裡一直排過去。然後這個排線呢，我們先讓它是這種一樣，就跟前面畫的從寬然後到窄到密，慢慢的有过渡，但是這個我們要細分一下，到最後逐漸的變窄。然後這上面呢也是從然後密一點，然後到後面越來越疏，就是逐漸的加寬線與線之間的距離，讓它有一個漸變。然後這個過一半之後呢，又開始逐漸的，就是加密，這個線條又逐漸的要
控制它变密，就感觉是一个圆柱体过来的。好，就这样，然后再从下面也是从密，然後到疏。逐漸加寬，然後往後邊呢都是一樣，都是從寬然後再到密，就是循環着往後畫。好，在上面。我们主要是找一些線條，它的一種就是各種組合處理的產生的這種變化，這種視覺效果。當你把這些效果呢都給體驗了一遍，你後期你再畫的碰到一些特殊的效果，你可能就會更有把握一點，就能表達得出來，能自己可以主觀的去有一個控制。我這最後這一個也一樣。好，這就是這整個我們能看出來它的這種扭曲，然後漸變的這種過程，會有一種特殊的效果。這個過程中，一是讓你們體會這個線條組織帶來的這種視覺效果，另一個就是說練習一個控筆能力。我們再畫一個，還是一樣，先畫一個外框。我們先把上的一個邊的中點找出來，然後把它的中點和下面這兩個角的這個角相連，把它分成三個三角形的區域。還是一樣，那個筆來回的示意一下，就找感覺之後，然後再下筆拉過去。這邊也是一樣，就是示意一下，然後找着感覺，找着方向，然後感覺準了之後再畫。那這個我們怎麼畫呢？我們是在裡面就是套圈，就一圈一圈的畫。裡面一個三角裡面套着一個三角，一直給它畫到中心。但是這個過程呢，就是從我們要由這個寬，然後到密，那麼去畫，也是要控制這個線與線之間的距離有一個漸變過渡。連接過來，要注意這個線條就是越來越密。逐漸往中間縮。
來越密，一直到密的你畫不下去，就是感觉好像线已经挨到一起了，一直到密到那个程度为止。上面两个也是用同样的这个处理办法。越靠近中心，就是线的距离就越密。这边这个也是，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线的这个距離留大一點，然後往中間逐漸過渡，你好過一點。如果就是這個就是越分得越細，最後面的難度就越大。這個中間也是，我們再一直給它繞到中間去。然後由於這個比較大，我們把中間的這個呢，就畫到最密了之後，它可能沒有給它均分到中間線，所以我們再從這個周邊再往中間過渡，越來越大，放大的那種過渡，就跟這邊這個圓的這種是一樣的。讓它有一種圓柱體凸起來的這種感覺，所以我們再從這個邊緣再往中心是慢慢的加線與線的這個距離是加寬。就一直加到這個中間，最中間的這個寬度留到最大。